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2026年8月12日上午11点06分，北京98岁的朱镕基走了。当天晚上6点整，新华社把讣告发向全世界。从断气到盖棺定论不到7个小时，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有人往朱镕基一辈子的履历里写进了一句政治定性，却绕开了2段最敏感的人生。塞进去的那句是他对今天塔尖上那位的政治态度拿掉的那2段，一段叫1989年，一段叫右派。而这个死讯落地的位置更讲究，从8月1日开始，除蔡奇8月3日受托在北戴河露面一次之外，其余政治局常委连续12天消失。今天咱们就从渤海湾那点海风开始讲。8月10号凌晨，新华社发了一篇稿子，标题叫“潮起渤海湾，奋楫10五五”。朋友们都知道，8月3号，蔡奇出现在北戴河，去看望这些休假的专家。这个动作是每年的固定戏码，一做出来，全世界就知道中共高层进入北戴河时间了。而新华社偷摸在凌晨发的这篇稿，您要是光看文字，里面海风、沙滩、鲜花、握手，会以为一切都是那么岁月静好。但这篇散文里藏着一根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座谈会上发言，引了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他念的是后半阙：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念完他自己还加了一句感想，换了人间4个字读来荡气回肠。这段话新华社一个字没改，原封不动印了出去，墙外瞬间就炸了。换了人间这4个字被无数自媒体掐头去尾拎出来，配上耸动的标题，一夜之间满天飞，包子出事了，被架空了，北戴河已经翻天了。这是内部人给外界发的暗号。朋友们，江峰认为一句诗不是暗号。您把康震那段话从头到尾读一遍就明白了。他前面说的是往昔是改天换地的峥嵘岁月，后面说的是今朝是继往开来的奋进时代，中间夹着一句毛的原诗。整段话老老实实，找不出一根夹带的私货。真正值得琢磨的反倒不是那4个字，是墙外为什么1秒钟就能接住它。因为等着看笑话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到听风就是雨的地步。这种集体性的过度解读本身就是一种民意温度计。那么这几天真正反常的东西在哪儿？不在诗里，在人身上。您把8月份这10来天的官方通稿全部拉出来排一遍，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从8月1号开始，塔尖上那位加上其余6名常委，加上所有在中央任职的政治局委员，整整齐齐地从公开报道里蒸发了整个北戴河窗口期。官方只放出过1个人的1次露面，就是蔡奇。而同一段时间，在地方兼职的那5位政治局委员，北京的尹力、上海的陈吉宁、天津的陈敏尔、重庆的袁家军、广东的黄坤明，日子过得跟平常没有任何两样。调研、开会、防汛、会客，全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履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下面该干嘛干嘛，上面整整12天一片空白，这才是这12天真正的画面。至于黑幕后面是在开会、在度假还是在掰手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人拿得出证据。然后8月12号朱镕基的讣告发出，消息一出来，海外又是一片熟悉的声音，拔管了，记齐了，是塔尖上那位下的令。朋友们，5个月前109岁的宋平死在两会开幕当天，江峰在节目里说过一次，那不是强势立威，那恰恰是捂不住了。今天我还是这句话，咱们不需要靠传言，因为官方自己发的这份文件就已经够看了。先说他们往里加了什么。讣告是这么写的：2003年3月，朱镕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包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后一段再加码，
什么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意义，什么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一整套2442话术，一个都没落下。一位退休23年，已经8年没公开露过面的人，讣告非要替他把拥护谁这件事表个态。有人可能会说，江峰你这是不是诛心？他生前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啊。没错，他说过。2017年10月30号下午，朱镕基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公开盛赞过那套思想，说那是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所以这件事真正的门道在这儿。他们不是凭空给朱镕基造了一句话，他们是把他在2017年说过的一次场面话升级成了他这辈子最后一句，也是永远再也撤不回来的政治结论。活着的人说一句话是有语境的，他可以在别的场合说别的话，可以皱眉，可以沉默，可以在大会上该鼓掌的时候不鼓掌，让满场的人猜他心里在想什么。这是塔尖上那位在这件事情上唯一赢的一局，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再也不会改口的证人。好，加的说完了，现在说说删的。讣告写到朱镕基主政上海那一段，只提及了工业结构、外向型经济、浦东开发。1989年一次都没有出现。朋友们，朱镕基1988年4月当上上海市长，1989年8月接江泽民的班当上上海市委书记。那一年春夏之交，他就在上海坐在第一线那把椅子上。这件事写讣告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那么同一家新华社写别人的时候写不写呢？咱们把5个月前那份调出来对一对。3月10号新华社发布的宋平同志生平里是这么写的：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是当成功劳记进去的。同一年，同一家通讯社，同一件事，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因为拥护中央的处置挂上了一枚勋章，另一个人因为采用了不一样的处置办法，被整段地绕了过去。江峰把话说白了，在这台机器里，拥护镇压可以进功劳簿，没有动用军队，只配被抹掉。那他当年到底干了什么呢？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这本书里收了2篇他1989年对上海市民的电视讲话全文，5月22号的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和6月8号的上海不能乱，还收了6月5号到7号上海市委干部会议上他的讲话稿。书里有这么一句原话：上海乱的程度与北京不同，我们从未想过要动用军队，上海有508万工人，还要军管干什么？他拒绝出动军队和警察，改为动员工人纠察队上街维持秩序，疏导交通。上海最终没有出现北京那样的场面。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已经开始准备在评论区里怀念朱总理仁慈了。先别急，江峰这里把话说全。上海也是枪毙了人的，光新路道口拦车纵火的那几个，经过电视公审之后被处决。朱镕基自己在电视讲话里也警告过一句：你们不要以为要变天了。更要命的是，9年之后，1998年3月19号，他当上总理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香港记者当面问他，将来再去香港，有人请愿要求平反6·4，你怎么看？他的回答是：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结论不会改变。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所以朋友们，话得这么讲才准确。朱镕基不是一个反抗这台机器的人，他只是用了另外一种办法替这台机器恢复了秩序。可就是这么一点点不一样，今天这份讣告连提都不提。这还没完，他们还删了第2段。讣告里有这么一行：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一个国家纪委的副处长突然跑去叫干部业余学校，这在讣告里叫历任。真相是1958年反右，他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这一背就是20年。后来有记者问起这20年，他语调低沉地说了一句：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这里还有个更有意思的细节，讣告是承认了他文革吃苦的。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5期干校劳动，写得明明白白，文革能写，反右不能写。一种说得通的解释是，文革这笔账官方早就指定好了替罪羊，往四人帮身上一推就完事儿。反右这笔账往上追，追到的是谁？追到的是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位。接下来这一段，江峰告诉您，新华社在讣告中亲口认下的4笔账，您听完自己判断。第一章饭碗，讣告原文：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下岗职工4个字是官方自己写进去的。1998年他当上总理，提出国企3年脱困，紧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国企减员与下岗潮。1998年到2000年，几乎每年都有700万到900万工人下岗。中共自己的统计显示，到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2818万人。那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是许多人拿到一笔有限的一次性补偿，却同时失去了工资、医疗、住房、托儿所和单位养老。所谓买断的不只是工龄，而是一个家庭原先依附在单位上的整套安全网。是1999年春晚那个小品里的一句台词：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全国人民哈哈大笑，笑完了，东北多少个家庭在家里把电视关了。是民间那句顺口溜：猪嘴一张，工人下岗。第二章房子，还是1998年3月19号那场记者会。那天他说了2句话，都很有名。第一句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后来被引用了快30年。第二句是：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同一天，同一张嘴说的这2句话，前一句被人传颂了30年，后一句把后面30年的人压在了房贷底下。那年4月28号，央行以特急件的方式把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的办法发到各家商业银行，贷款期限最长20年，额度最高可达房价70%。7月3号，国务院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发23号文，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讣告是怎么写的？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翻成人话，从前单位欠职工1间房，从那天起职工欠银行30年。第3章看病，那讣告一句话带过，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一句话后面站着的是20多年的看病难、看病贵。过去单位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被改造成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制度本身不是把保障全撤了，但他一开始就写明白，设计依据是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说白了，个人从此得自己扛一块。医院被推向市场，自己去挣钱养自己。到后来出现的那句话，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小病扛大病等。第4章学费。1999年高校突然大扩招，这件事得公道地说，讣告里没直接写他，也不能把今天教育上所有的问题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但扩招、家庭分摊成本、拉动内需、缓冲青年就业，这4件事被放进了同一个政府的同一个时期。大学的楼一栋一栋盖起来了，盖楼的钱从哪儿来？学费从哪儿涨上去？这个账每一个90年代末、2000年初供孩子读大学的家庭都会算。好了，4张账单念完了，房子、看病、学费被老百姓称作压在头上的新3座大山，加上下岗正好4座。但这4座山下面还埋着一条总管道。1994年分税制，
讣告写这一段的时候，语气是相当骄傲的。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看看数字，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 22%，1994年分税制一上，一跃到 55.7%。同一时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78% 掉到 44.3%。可是地方的支出责任呢？教育、医疗、社保、市政、公安、养那一大堆吃财政饭的人，还是压着大约70%。钱收上去了，是留下来了。那地方的窟窿谁来补？中央给了2样东西，一样叫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是止痛药，向上伸手药，什么时候给多少，地方说了不算。另一样是把土地出让金全部划给地方，一分不留。于是所有的地方政府从那一年开始，命运被重写了。他们缺乏足够稳定、能够自主扩张又能涵盖庞大支出责任的税源，只剩下3条路：向上等钱，向下收费，向未来借债。而那块地就静静地躺在那儿，成了唯一一个能自己变出钱来的东西。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按揭上马，商品房市场启动，这台机器的最后一个零件装上了，地价、房价、地方债务从此互相喂养，越滚越大，一直滚到今天。这里江峰得说一句公道话，朱镕基没有发明土地财政，后来那些把房价往天上炒的人，一个一个都有名有姓，账不能全记在他头上。但是他重写了地方政府的现金流，没有1994年那一刀，就没有后来一个省会城市的财政收入里卖地能占到4成、5成的局面。没有那一刀，也就没有今天房子一跌，土地卖不动，一个接一个地方的公务员开始被欠薪的局面。还有一层，大家总以为所谓地方矛盾是富省和穷省之间的事，不是。这套结构真正的杀伤力在于它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的，中央攥着省的钱袋子，省攥着市的，市攥着县的，县攥着乡镇的，钱一级一级往上收，责任一级一级往下压，压到最底下那一层，就是您家门口那个没钱发工资的乡政府。所以朱式改革的本质用一句话能讲完：向上集中国家能力，向下分散家庭风险。被推向市场的是老百姓的生存风险，被牢牢集中起来的是中央的钱和权。朋友们，您今天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消费，工资到手先想着存起来，您以为这是自己胆小？不是的，这是30年前那一整套制度在您身上留下的条件反射。这2天网上已经开始传一种说法，说朱镕基是当年福塔尖上那位上位的人之一，但江峰查遍了资料发现，2007年17大定接班人那一局找不到朱镕基插手的任何硬证据。那一局是谁在操盘？海内外研究了快20年，指向的是曾庆红那一路。但真相比这个传言有意思得多，因为他确实背过书。清华经管学院有一个顾问委员会，2000年成立，每年10月开一次年会。朱镕基是这个学院的首任院长，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年年到场。这是他退休以后为数不多的固定日程之一，本身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他在上面说了什么。先看2016年10月21号下午，钓鱼台国宾馆第17次年会。通稿里朱镕基说的是感谢、客气、寒暄，一句政治都不讲。把日历往后翻1年，2017年10月30号下午，同一个钓鱼台，同一个年会，同一批客人，他一开口讲的是这么一段：前几天中共召开了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包子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朋友们，这一段话您闭上眼睛听一遍，跟人民日报社论是一个腔调。您再琢磨琢磨他是说给谁听的。这不是党内会议，台下坐的不是干部，是库克，是保尔森，是黑石，是全世界最能决定往中国砸多少钱的那批人。翻译过来就一句话：
你们别担心，这一届还是我们那一派，你们可以接着在这儿做生意。19大之后，没有第二个中共元老做过这样的表态，而做这个表态的人是那个给自己立过规矩、退休以后从不谈政治的朱镕基。这张背书有多值钱？值钱到必须把它挂出来。这跟把宋平年年供在主席台正中央是同一套动作，同一个心理。自己拿不出政绩，在党内也没有多少威信的包子，只能靠借别人的信用活着。老百姓或许不关心政治局排名，但老百姓认得朱镕基，那张脸代表的是90年代，是入世，是市场，是中国真的在往前走。把这张脸请出来站在自己旁边，等于向全世界说一句，你们看，改革开放这一派我还接着。好，那更狠的一层来了，朱镕基没有送他上台，可是朱镕基的门生替他把朝堂清空了。咱们把这条线捋一遍。1993年6月，朱镕基以副总理身份兼任央行行长，同一年王岐山出任央行副行长。1994年，王岐山当上建设银行行长。1995年，王岐山推动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搞出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金，他自己亲任董事长。1998年，朱镕基的长子朱云来由王岐山安排进了中金香港分部，2004年出任中金 CEO， 一直做到2014年。这是一条又粗又亮的线。朱镕基提拔王岐山，王岐山安排朱云来，师徒、金融、投行全在一个铺子里。然后2012年以后，这位王岐山成了新老大手里最锋利的那把刀。中纪委5年一路杀过去，把朝堂清了一遍。刀是从朱家那个铺子里出来的。那么刀用完了以后呢？董洪，王岐山身边跟了多年的大秘，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2020年10月被查，2022年判死缓。周亮跟了王岐山整整20年，当过中纪委组织部长。也就是说，王岐山掌中纪委那几年，谁升谁查谁调动人事这一块是他管的。后来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排名第1的副局长，2026年3月24号在任上被查，4月21号免职。李小红，王岐山的核心幕僚，做过华夏证券董事长、中信建投董事长，后来是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26年6月2号被查。还有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慧宇，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一个2022年落马，一个判了死缓。从纪检到金融，多名被视为王岐山大秘或旧部的人近年来陆续落马。再往下数，中金资本原董事长丁伟2025年7月失联，那也正好是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事。而王岐山现在是什么身份？他接了朱镕基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这个位置，接的是一个牌位。所以朋友们，这里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那把刀不是今天才落下来的。周亮3月被查，李小红6月被查，都发生在朱镕基还活着的时候。如果他曾经是一把伞，那把伞早就漏成筛子了。今天消失的不是实际的保护，是最后一点必须顾忌的历史体面。一个活着的98岁前总理，哪怕8年没露面，哪怕已经说不出话，他躺在那儿本身就是一道成本，人一入土，这道成本归零。其实他从2018年就已经政治性死亡了。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2018年10月，之后2021年建党100年，2022年20大开幕式，2022年12月江泽民的追悼大会都缺席。那朱镕基的离世对皇上意味着什么？短期看，塔尖上那位赢了这一局，讣告盖了钢印，这个证人再也不会翻供。长期看，包子开始失血了，因为那份讣告大篇幅的夸了一些东西，夸的都是些什么呢？讣告说他当年要搞政企分开，可今天呢，企业开会先看党委的脸色，老板生意做得再大也得先学会听话。讣告说他要把国企推进市场，可今天呢，好项目、好资源、银行的钱都先往央企、国企手里送，民营企业在后面能捡口汤喝就算不错了。
讣告说他把中国送进世贸，打开国门。可今天呢，外国公司一家一家往外走，国内却天天喊抓间谍，门还没完全关上，屋里的人已经开始怕外面了。讣告还夸他改革政府机构，可今天呢，牌子换了一轮又一轮，权力却越收越紧，最后哪个部门说了都不算，所有人都得抬头看一个人的脸色。蔡奇掌管的新华社明面里替包子抢朱镕基的政治遗产，其实每夸朱镕基一句，就顺手抽了包子一个耳光。接下来这几天，网上或许会有铺天盖地的怀念，但朋友们，他们怀念的未必是朱镕基这个人，他们怀念的是那个虽然残酷，虽然亏欠了整整一代工人，但至少还相信经济能涨，还相信规则，还愿意跟这个世界做生意的年代。他活着的时候是包子的担保人，他离开以后变成了包子的对照组。朋友们，讲了半天这些一辈子在算计、在拳斗的大人物，江峰插一句实在话，他们算来算去，最后谁也躲不过自然规律，倒是把自己的身子骨全折腾垮了。咱们老百姓不跟他们比，看懂这个世道之外，还得把身体顾好。要是您平时觉得体力不支、精神不济，或者想给家里长辈送点补元气的好东西，江峰推荐普瑞堂的黑参9蒸9爆的传统工艺，日常调理很合适。在普瑞堂官网结账的时候，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JF， 立刻享全球免运费，订单满500美元，再额外赠送一根珍贵的玄宝黑参，多买多送。身体结实，咱们才能一直看着这台大戏唱到最后。接下来这几天，真正的戏在八宝山。有人可能会问，不是要发治丧委员会名单吗？把它跟2022年江泽民那份一比，不就全清楚了？这里江峰要说的是，那种上百人的治丧委员会大名单，不是每个正国级都有的，那是给前总书记、前国家主席、前军委主席那一级的规格。咱们看两个直接的先例。2019年李鹏去世，前总理、前人大委员长、3届政治局常委，资历不比朱镕基浅。有治丧委员会名单吗？没有，走的是讣告、火化、下半旗这一套。2026年3月宋平去世，就在5个月前。有治丧委员会名单吗？也没有。那有什么？有一份东西叫某某同志遗体在京火化，这份新华社通稿短，但每一个字都是称过的。他会告诉你谁到八宝山现场送别了，谁只送了花圈，还有谁的名字压根儿没出现。每一个被写进去的名字是被允许出现的，每一个没被写进去的名字是被决定不出现的。咱们把这两份先例摊开看。2019年7月29号，李鹏以及2026年3月10号，宋平遗体在八宝山火化。新华社通稿里朱镕基的名字缺席，所以接下来这几天请您盯着这么几样东西看。第一，七常委是不是全到？宋平那次是七常委全到，加上国家副主席韩正。朱镕基的规格总不至于低于宋平吧？要是有人缺席，缺的那个是谁，这件事就大了。第二，也是最要紧的一个名字，王岐山。他是朱镕基一手提起来的门生，是清华经管那个牌位的继承人。朱镕基的八宝山仪式呢，王岐山是本人出现，是只送一个花圈，还是官媒通稿里从头到尾不提他？这三种写法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处境。第三，胡锦涛和温家宝。胡锦涛前2次都是送花圈，这次还是送花圈，还是连花圈都没有。温家宝是朱镕基的副总理，跟了他5年，这次会不会给他一个送花圈的名额？第四，下半旗的范围，这是一把很精确的尺。2019年李鹏那一档是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港澳、各边境口岸、驻外使领馆。而2022年江泽民那一档更高，
全国和驻外机构全部下半旗，还停止公共娱乐活动1天，朱镕基给到哪一档？这一档就是改革开放这4个字，在今天中南海里的官方报价。第5，悼词的重心是落在改革开放的开创者，还是落在拥护核心的服从者？1992年，中共这辆破车眼看要开进沟里，那个88岁身上一个具体职务都没有的老头还能从南方喊一嗓子，硬生生给这辆车插上一根叫市场经济的管子，续了30年的命。插管子的活后来是谁在干？是那个在1994年重新设计了整个国家钱袋子的人，是那个1998年拆掉福利房，把几千万工人推出厂门，又把中国硬拽进世贸组织的人。他干的每一件事都在往老百姓身上抽血，往中共身上输血。老百姓为那30年付了账单，中共拿到了那30年的家底，现在又被包子几乎败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别忘了点击订阅江峰世界，打开小铃铛，顺手点个赞，也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您的朋友。历史的巨变就在眼前，咱们一起见证。下期节目再见。